这期视频给大家介绍最近最火的生图模型 Nano Banana。这期视频会讲这个模型的核心技术突破以及它的实战技巧。当你了解这个模型为什么它这么牛，它的核心突破在哪里的时候，你会对它的实战的场景和运用更加的游刃有余，收放自如。这个呢，也是林姐这个频道的特色，不仅讲实战，而且要讲背后的原理。这样就让你每一次的实操实战变成不只是一次的升级，而是你整个大脑的思维升级。Nano Banana 这个模型呢，原来是在一些匿名的一些排行榜上面去跑分，结果发现这个模型在很多的排行榜上面突然就火爆了，它的评分特别的高。这时候大家才知道 Nano Banana 背后的大老板是谷歌，也是最近这些天才把它这个模型正式的命名为Gemini 2.5 Flash Image。 就靠着 Nano Banana 这个模型啊，谷歌这一次应该圈了非常多的粉丝，而且它的 API 接口的调用者应该也是在大幅的增长的。这个 Nano Banana 它背后的技术模型厉害在哪里？最近呢，它运营的这个科学家做了一期播客，专门讲了一下它背后的核心突破在哪里。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去看原文。当然呢，那个会讲的相对晦涩一点，所以呢，在这里呢，林姐就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讲清楚这三大核心技术突破在哪里。Nano Banana 又是怎么样重新定义智能图像生成的？它的三大核心技术的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文本渲染的评估体系，第二个是多模态的整合架构，第三个是用户驱动的迭代机制。是不是听上去有点抽象？不要慌，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先看一下第一块，就是文本渲染评估体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重中之重。我这里也把它定义为叫做精准之基。大家用过这个大模型生图的，操作过的，都会有这样的体感，就是我们在生成这个图像的时候，人物的一致性是非常难以保证的。做着，这个人物的脸已经变了，他的服饰啊，一些细节也全部变掉了。那我们再继续基于这个图像做视频创作也好，做进一步的操作也好，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尴尬。那么这个问题在 Nano Banana 这个模型里面，它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它提出了一个叫做文本渲染能力为核心的评估标准。那么这个文本渲染能力是什么呢？它就是认为模型它在图像中处理文本的能力和这个模型处理这个图像的物理轮廓和空间关系的能力是正向相关的。也就是说，我文本处理得好，那么我视觉处理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其实这个也是能理解的，就像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书法精湛的人，他字写得很好，能够精准的去控制他的笔触，那么他画画的时候，他的线条也是非常的流畅的。那么这个文本渲染的这个评估标准呢，它提供了一套可量化的评估标准。一旦可量化，它就是可以提升的，它就取代了我们传统的那种人工来评估这个图像生成的内容是否好的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一套文本渲染能力的量化的核心评估标准，它这是业界首创的。这个评估体系就是它现在能够保证如此高的人物一致性和细节的一致性的最核心的一个点。它的这个生图的能力和原理啊，我相信未来很多其他的大模型的公司也会去效仿这一套的模型的逻辑，去对他们的这个多模态生成的逻辑去做进一步的参考和升级。第二块呢，是理解之和，叫做原生多模态的整合架构。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 Nano Banana 在生成这个图像的时候，它是对这个世界有完整的理解的。之前我在介绍 Veo3 的时候特别讲了，谷歌的世界模型又往前更进了一步。那么 Nano Banana 它背后是依托了 Gemini 在世界模型的这个能力的，就是说它生成这个视觉图像的时候，不仅是基于文字，它还会基于文字背后它曾经看过的东西，它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去生成图像。
使得这个图像的能力它是交错生成的，它具有 32K 的连续的这个创作能力。举个例子，你让这个 AI 去生成猫，它不仅是理解猫这个词啊，它还会结合它曾经看过的猫的视频、猫的动态、猫的这个毛发光泽，它是怎么运动的，从而去生成更加生动的图像。所以啊，你会觉得它在生成图像的时候特别符合客观规律，这个和 VO3 世界模型的背后的能力其实是一致的。我也会在之后的实战给大家举例子啊，大家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第三个是进化之环，也就是说去及时的收集、归纳、融合和迭代用户的需求和反馈。比如说去社交平台收集真实的用户反馈，用户说这个脸歪了呀，这个图太假呀，类似这样的反馈，把它收集进来，把这些吐槽变成他们要改进的方向。而总结下来有几个大的这个痛点，第一个呢就是像素级的编辑的精度，第二个角色的一致性的保持，第三个自然图像的质感优化。那么他们再结合他们背后谷歌的语义理解的团队，还有这个图像美学的团队，两方面一结合，技术上面也融合，通过不断的用户反馈到技术的敏捷反应这样的闭环，不断的循环，就可以把这个模型迭代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三大技术就是 Nano Banana 的核心法宝。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实操实战。使用这个 Banana 的模型呢，我建议大家有两条路径。第一条呢，可以使用 Gemini 的官方网站 gemini.google.com， 在模型这个地方选择 2.5 Flash，在聊天窗口这里点击一下使用 image 生成，然后在聊天窗口进行生成就可以了。第二个比较推荐的路径是使用谷歌的 AI Studio， 它的网址是 aistudio.google.com， 在右边这个位置进行模型的选择，点击一下这个模型，选择 Nano Banana， 也就是 Gemini 2.5 Flash Image Preview 这个模型，点击好之后就可以在聊天窗口上面和它直接沟通了。其实啊，当你了解这个原理的时候，你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你就不用看太多的这种炫技了，你会知道它为什么能生成的这么精准。就是说，你要跟它描述的清楚、精准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模型生成的结果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啊，在右边这个位置啊，它这里显示了它的上下文的这个 token account 是 32K， 超过了这个上下文呢，它的人物的一致性就难以去保持了。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新开一个窗口来进行图像的生成。我在这里呢使用的是谷歌的 AI Studio 来进行图像生成的。我们生成图像无非几个方面的应用，要么 to C， 要么 to B。to C 呢就是我们自己生活上面用一下，或者是好玩，生成很多图片。to B 呢，我们就可能生成一些能赚钱的一些场景。比如说生成一些电商的一些图片，生成一些职场上我们能用上的一些图片，然后生成一些交付给甲方的一些初稿，或者说帮我们改一些图，这些是 to B 的一些用法。其实无非就是这两条线。那我们在对图像的处理呢，无非四大方面：增、删、改、调。其实所有的图像操作都没有超出这个方向。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用 Nano Banana 生成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图像，给大家也讲解一下实战的技巧。看一下这个对话呢，我是用 Nano Banana 来帮我移除一个物品。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原图，我在书店随便照的一张照片，前面呢有个台灯，我就跟他说，请帮我把这个台灯移走。他就把这个台灯移走了，然后把台灯原来挡住的这个位置呢，也把它修复了。这个就是一个小操作。值得说的是啊，我们在使用这个提示词沟通的时候，尽量去使用英语。我在使用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使用中文和使用英文对比下来，虽然差异不大，但明显使用英文它的准确度会更高一点。这些国外的大模型，特别是图像生成的模型，它的英文的准确度和生成的这个符合度会更高一点，所以推荐大家在沟通的时候，可以先用中文写好，然后把它转成英文去沟通，会对你最后的生成结果更加友好一点。在使用的时候，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沉浸式翻译这个插件，然后这个插件呢也挺方便的，当你写好中文之后，空格3下
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写的内容直接翻译为英文了，这样使用是非常方便的。好，这个就是一个移除操作的展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其他的实战。这里呢，我是给他发了一个图像，这个人的脸上呢是有痘痘，原图是这么样子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说，让他移除面部的瑕疵，让皮肤的纹理变得平滑自然。这个就是他移除痘痘后的照片。你看这个人物的形象和原来基本是没有变化的，细节都是非常一致的。而且你看啊，他这里有一个字，在修改后的图片，这个字仍然是存在的，也就是他对细节的处理是非常到位的。这样你是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它的这个文字渲染的评估体系的重要性？对这个模型它的提升点在哪里了？为什么我要讲原理？原因就在这里。然后接着呢，我就跟他说，我希望展示这个人物的正面。这个呢是他的正面图。哎，你看他这里的字还在啊，他的这个正面形象和这个侧面他的人物的形象都是匹配的啊。你看很多细节都是非常的精准的。接着还能怎么玩呢？我给了他一套赛车服，我跟他说啊，让这个人物形象穿上这个平铺的赛车服，这个就是生成结果。哎，你看包、鞋子、衣服都穿上去了，有模有样的，非常的匹配，对不对？而且它是符合正常人穿衣节奏的，他没有说把这个内衣外穿吧，它是比较符合我们正常的一个穿衣逻辑的。整个的人物形象还是稳定和稳健的，生成的效果也很好。你看他的这个字始终能跟着他，所以他对细节的把握非常的到位。我们还能调节这个人物的表情，我说让这个人物开心的大笑，哎，他就笑起来了。再接着我给了他一辆这个特斯拉的样板车的照片，然后我说让这个人物倚靠在汽车这一侧，哎，他这个没有这么直接倚靠，有一点点翻车，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中文的原因，所以呢我就迅速的换成了英文的描述，让这个人物对吧靠在这个汽车的一侧，然后呢再把这个背景呢做成一个霓虹的一个背景，这个呢就是新生成的图片。哎，拿着包大笑，靠着这个特斯拉的车辆，完美。再接着呢，我们还可以让这个人物形象去改变动作。接着呢，我就对这个模型提出要求啊，让这个形象正脸对着镜头，并且呢，用这个右手轻轻的扶着这个衣服的一边。哎，这个就是最后的形象照，是不是还是特别的自然的？而且他的这个手指的弯曲啊，他是能够理解我说的话的，还是非常准确的。接着呢，我还能改背景，我说把这个背景改成一个白天的街景。好了，其他都没有变，街景变了，整个的光线光照，你看这个大的这个光线是从这边射出来的，而且脸部是有阴影的，这个地方也是有不同的亮面，有反光，和夜晚的这个照片是有差别的。而且你看夜晚的这个照片，这个车面上的这个灯的图案啊，这个灯的这个倒影啊，和这个灯牌是对应的关系，颜色和这个文字啊都是有对应关系的。这个是非常符合世界模型的一个逻辑的，你是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它生成的为什么准确了？我接着再提要求啊，让他把背景换成一个沙漠的背景，一个广袤无垠的背景，然后他就给我移出了这个街景，变成了一个在沙漠上面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街景。为了进一步考验这个 Nano Banana 对世界模型的应用和理解程度是怎么样子的，我又给他出了一个题，就是我把刚刚的这个夜晚的街景的这个图像发给他。我跟他说啊，你帮我生成一个顶视角。哎，你看他就知道该怎么拍哦，然后也对着顶部的这个摄像头，你看理解的到不到位？这里还有一个关于世界模型的理解和挑战，我给他发了这个原来我在沙漠为背景的这个车模的这个照片，我跟他说啊，我要天气要改一下，把这个天气呢改成一个暴风雨的这么一个天气。你看它生成了什么？非常的应景哦。你看，首先乌云密布，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呢，因为我在沙漠里面，这个雨点飘起来了，它还带着一些沙尘，这个风和沙弄在一起。还有呢，这个头发被扬起来了，然后呢，眼睛都吹不开了，因为下雨了嘛。你看，它对整个的这个世界模型、人物动态啊，这个状态的变化是非常到位的。能不能理解我刚刚说的第二个技术突破？世界模型的在背后多模态的这个作用的这个效果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操作，我给了他2张图，一张图呢是我自己的头像，一张图呢是地图上的一个截图。
我对其中一个点呢画了一个红框，我跟他说啊，请帮我生成一个照片，这个照片的人物呢是以图像1为主体的，然后呢它的背景呢是图像2，这个画方框的这个地方，它周围的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建筑物，给我生成这样的一个照片。这个图片这个位置呢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位置，你看这里是 MIT 的一个位置啊，它可以通过这个地标还有一些文字，其实能够知道在哪里。然后这个位置呢，其实是麻省理工学校的一个图书馆。当然呢，它就可以基于这个图像中的位置，对多模态进行识别，再加上它存储的知识，关于麻省理工学院相关的建筑、标志性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来给我生成这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谷歌地图啊，这个就是谷歌地图的原图，当时我截的就是这么一个图片啊。我把这个图片截给他，这个地方呢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它比较标志性的建筑物，就是那个圆顶的图书馆啊，这个建筑是比较标志性的，相当于它能够快速的去识别这个地图上的位置，以及加上这个文字上面综合信息的一个整合啊。这个呢是它生成的图像，因为我本来我的图像就是拍的比较近，它这个呢其实就是生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图书馆的照片。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个圆顶图书馆的这个背景，但是呢它和实际的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图片一样吗？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把这里点开啊，它应该是有图片的。哎，这个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图书馆的照片啊。那个图片呢生成有一点差别，但是你会发现它的风格是一致的啊。我会发现我在实操的时候啊，它生成的这个指定位置的照片，包括指定的人的照片啊，它为了各种方面的这个纠纷啊、版权啊各种方面的问题啊，它会稍微做一些处理。那么它能够生成这样的图片，其实我判断它是知道这个位置是哪里，也知道它的核心建筑是什么，而且它也知道周围的这个建筑风格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周围它的这个建筑风格基本是这种形态，而且这个颜色也是对得上的，只是它考虑到各种的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这种版权呀各种问题的原因，它会生成一个接近的东西，会处理一下啊。大家用 AI 生图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指定建筑、指定人名，它都不会帮你直接生成这个图像的。我认为它的这个图像的生成和识别能力也是完全过关的。所以其实我们完全有机会去生成这个世界任何角落的一些图像啊。我在这里是专门拿着这个原图去匹配，如果没有拿原图，其实也是大差不差，可能就蒙过了很多人了，对不对？除了 to C 的一些玩法 ，to B 在电商侧这个模型运用起来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操作，能节约我们很多的时间成本和生成的效率。这里呢，我有个操作，就是我给了他一张图片，我说啊，让他给图中的这个女人手握着一支口红。如果是实际的电商操作，我可以直接给他这个产品图，然后可以让他指定动作，说让他看向镜头，脸微侧，背景替换为纯色。这个呢，就是他生成的图啊。当然，我这个图像呢比较粗糙，只要说这个电商公司也好，运营公司也好，它直接选择一个现成的图像，一个 model 图，生成的这个美观度就非常好了。而且你可以生成很多珠宝呀、很多首饰呀，各种各样的电商图，其实都是可以这样子生成的，非常的方便。然后呢，我继续跟他说啊，可以把这个人物的衣服替换为高级感的雪纺衬衫，啪就生成了。接着呢，我再跟他说这个脸再瘦一点，脸再小一点。当然我说的是 slightly 啊，稍微小一点，不要太明显，不然脸就变形了。他就帮我做了一些处理，而且他的整个的处理是非常精准的。比如说我这里说给这个人物化上妆，然后呢，这个口红颜色我不满意，然后我接着说把这个口红的颜色换成这个粉橘色、淡橘色，哎，它就生成了。它的整个的控制都是非常的精准的，而且因为它这样精准的生成，你完全可以对那些老照片、旧照片进行翻新、进行复旧，而且把那些生成的照片你还可以做成视频。我知道市面上有很多基于老照片的这么一些业务，也赚了不少的钱。其实这也是一条搞钱思路啊，我相信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操作的啊。然后呢，你还可以形成很多超越时空的合影啊，比如说在这里呢，我就让它生成了一个这个人物作为记者和爱因斯坦交谈的一个画面。那么任何人你都可以把它整合在一张照片里面去操作，而且他的人物的形象是高度的一致的。
再比如说啊，在一些聚会呀、毕业照呀、这个团体照里面，有一些人他缺席了，有事没参与。以前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到时候我就把你P进来。现在呢，你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把那个缺席的人P在你的团队的照片里面。再接着来啊，上强度了。因为这个模型它有世界模型在背后做依托，它对物理世界是有真实的理解的。你看在这里啊，我就把一张电商图、一张耳机的这个图发给他，我让他去生成基于这个产品的结构拆解图，这个就是它的生成效果，而且对每个产品还进行了标注。那么这样的结构拆解图是不是就能够放在你的电商的详情页呢？我在这里啊是用很宽泛的语言，如果你有自己的定制要求，你只要在语言里面稍加具体的描述一下，我相信这个生成的图就能符合你的 To B 端的需求和期望。最后啊，给大家上一个大的操作，也就是比较火的 3D 摆件的操作，教一下大家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先生成一个对应的图，在这里呢，我给它一个人物图，给大家看一下人物的原图是这个样子的。记住这个人物的特征啊，等会儿我们看一下变了妆还像不像。然后呢，我跟他讲哦，基于这个人物的原型形象，给我生成这个人物穿着唐、宋、元3个朝代的不同的服饰的图像。哎，这个呢就是唐朝的，你看一下人物的眼神、眼睛，它的整个的眉眼都是非常像的。这个是唐朝的服饰，这个呢是宋朝的服饰。另外一种风格，但是你看到它的整个的眉眼也是非常像的。这个呢是元朝的服饰，风吹草低见牛羊，非常符合每个朝代的这个特征啊，而且各有千秋，做了一定的美化，非常的好看。那我们再把这3张图片升级为一个 3D 的摆件图，看一下，我就把图片发给了他，然后呢告诉了他我的生成要求，这里呢最好用英文生成的效果会好一点。这个呢就是最终的成品，你看整个的人物细节的立体感非常好。这里呢是电脑的操作图，这里呢还有对应的一个 3D 手办的一个盒子进行匹配，整体的效果挺好的，对吧？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呢是宋朝服饰的图片，我这里呢用中文给它的提示词，这个呢是它最终生成的效果，这里呢其实没有很影响它的最后的效果，因为其实谷歌的 Gemini 或者 AI Studio 他们用久了，他们也是有记忆的，他们也会知道，哎，你习惯的提示词，你的方式是怎么样子的，他也会去了解这个学习这个提示词的用法。这里生成的效果，中文也是很好的。前面是这个 3D 的手办，后面呢是这个电脑的模型图，这一侧呢是这个手办的盒子。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Nano Banana 的原理和实操实战的技巧和方法。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我还会再做2期视频，一期视频讲讲怎么基于这个模型生成的图像，进一步用 Nano Banana 加和我们的视频生成软件，生成一些有趣有意思的视频。第2个视频呢，会给大家讲解怎么把这个 Nano Banana 的模型能力，它的 API 接口接入一个工作流，去提升我们的生图效率，提升我们的设计能力。如果觉得今天玲姐讲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对这些话题和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玲姐说 AI 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